上回说到，凉州城危急，战死尸鬼大军压境，末日根与哥舒翰老将军身中尸毒，命悬一线。李景龙拼死一战，终于从尸鬼将军刘飞手中夺得了那柄能号令尸鬼军团的将军剑锋剑。然而剑虽在手，如何驱使却是个难题。李景龙将心灯之力注入锋剑，剑身白光骤起，发出尖锐哨音。他反复摸索，不断调整风孔角度，城中尸鬼竟真的随之变阵。洪俊在一旁焦急指点，两人配合之下，尸鬼军团终于停止屠戮，列队于长街两侧。可就在此时，谁也没想到的变数发生了。那一直跟在身边的张浩，竟骤然化作一滩散发着墨绿毒雾的烂泥怪物。洪俊与李景龙同时一惊，这名节度副使竟是潜伏在军中的妖怪内奸。张浩发出嘶哑的咆哮，意图反扑。李景龙当机立断，手腕一转，锋剑再次嗡鸣作响。全城尸鬼的令如潮水般调转方向，朝着张浩化身的那滩烂泥冲锋而去。剑矢如雨，刀枪如林，张浩被包围在中央，见势头不对，怪叫着冲破包围，朝城外仓皇逃窜。李景龙持剑震荡，号令不断，10万尸鬼浩浩荡荡追出城门，在黎明前的平原上穷追不舍，直将那怪物撵至地平线尽头。天亮之后，阳光洒满废墟般的凉州城。李景龙点过兵马，安排重兵把守，终于腾出手来梳理整件事的脉络。这一路走来，塞外诸城遭洗掠，尸鬼军团不断壮大，四处杀戮只为扩充城垣，但凡战死之人，都会通过某种秘法转化为战死尸鬼。而张浩身为散播瘟疫的妖怪，背后必有人指使，末日根、哥舒翰与全城将士所中之毒，都要着落在他身上。至于那幕后之人究竟是谁，唯一的线索便只剩下那名被冰封的尸鬼将军了。洪俊运起法力，将封住鬼王的冰块手臂处化开，卫士们一拥而上，以铁链、铁夹、浸湿的牛皮筋绳将他死死捆在石柱上。冰棺轰然碎裂，鬼王脱困。李景龙上前，以冰毛巾敷着被打肿的左眼，沉声问道：“刘飞？”那鬼王缓缓抬起头，一双浑浊的白眼珠里，瞳仁若隐若现，表情木然，一言不发。李景龙咆哮着让他交出解药，记起心灯光芒照耀。鬼王痛苦闷吼，剧烈挣扎，却依旧不吐一字。给他纸笔，他竟一把横扫开来，朝士兵发出怒吼，仿佛一头困兽，宁死不屈。李景龙气得提拳要揍，可面对一个死人，打又有何用？他只得按捺怒火，转身离开，身心俱疲。审讯无果，李景龙烦躁不安，末日根与哥舒翰的病情却不容再等。洪俊追在李景龙身后，焦急万分。李景龙疲惫到了极点，只说了句陪我一会儿，便趴在案前睡去。洪俊为他声望炉子，自己也陷入沉思。他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战死尸鬼畏惧阳光，更害怕心灯，可他们为何不能说话？难道真如李鱼妖所猜测，失了魂魄？就在这时，陆许那傻小子竟做了件惊人的事。他跑回房中，硬生生把高烧昏迷的末日根扶了出来，一步一踉跄拖到轿场之上。洪俊大惊，忙上前搀扶。末日根本已病入膏肓，浑身冰凉，连站都站不稳。陆许却坚持把他带到鬼王面前，手舞足蹈，反复指着洪俊的额头，又指鬼王的额头。洪俊猛地想起当初自己被噩梦所困时，末日根正是以皱纹按在他额上将他唤醒的。陆许一定也见过末日根施展这本事，他是觉得鬼王在做梦。洪俊当即明白了陆许的意思，他让末日根施法叫醒鬼王的梦魇。末日根虚弱的几乎抬不起手，却强提一口气，念动咒语，手指按在鬼王额头之上。那一瞬间，末日根身后骤然腾起一只苍蓝色的巨狼之影，巨狼拔地而起，朝着鬼王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。鬼王被这力量一冲，全身爆出漫天黑气，痛苦挣扎，铁链哗啦作响。黑气俱为怪物，要反噬末日根。李景龙闻声冲出，当机立断，运起心灯之力，一掌拍在末日根后背，白光注满全身，末日根灵力暴涨，化作暴风，将鬼王身后的黑烟轰然击碎。黑烟散去，末日根吐出一口血，软倒下去。而鬼王低垂的头颅缓缓仰了起来，他那浑浊的眼珠中，灰色区域逐渐汇聚，终于现出了瞳仁。他眉头紧拧，打量着眼前三人，侧头看了看拴住自己的铁链，沙哑开口：“放了我。”而几乎同一时刻，遥远的雅丹将军林中，
乌云密布，雪花飘满石谷。地底深处，张浩拖着残破的身躯踉跄撞进了墓室。一名身裹白袍的女子冷冷转身说：“你把整件事搞砸了，张浩，这下没法朝妖王交代了。”张浩狡辩说：“战死尸鬼军还在外头，只要潜回去把刘飞放出来，夺回大将军剑就行。”白袍女子咬牙切齿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刘飞已经醒了。”两人一同望向墓室高处，那里排满了整整齐齐的5万具石棺，已空了近半。顶上有一具开了棺盖的白玉棺，棺前刻着大汉江都王刘，棺内空空如也。最顶上则是一具黝黑的棺材，棺上字迹模糊，依稀能认出大秦2字。棺上放着一只小小的拨浪鼓。回到凉州教场，李景龙犹豫片刻，最终决定赌这一把。他持智慧剑斩断鬼王全身束缚，沉声道：“若非红俊求情，我不会放你下来。”鬼王踉跄站稳，身材高大，比李景龙还高出一截。他不叫鬼王，他说自己叫刘飞，而真正的战死尸鬼之王另有其人，还在雅丹将军陵中沉睡。刘飞恢复神智后，并未大开杀戒，而是先去查看末日根与哥舒翰的伤势，断定是中了他部下武器所带之毒。他开出的药方令人瞠目砒霜，勾吻、蝮蛇涎，全是剧毒之物。洪俊看了药方震惊不已，李景龙却道：“他若想他们死，不必开这等药材，等着就足矣。”洪俊一想也是，便命人照方抓药。紧接着，刘飞借了洪俊飞刀，挽起袖子，朝手臂上一划，墨黑色的血液滴入水缸，整缸清水瞬间化为漆黑。他以自身尸王之血为引，令人熬药，承诺今夜午时便可解去所有毒素。月夜子时，将军府中灯火通明。刘飞走到厅外，一身黑红战袍披洒满月荧光。他左手持酒碗，右手探入自己左胸的窗口之中，两指一斜，生生拽出了一枚墨绿色的内丹。内丹进入酒碗，月光下荡漾着幽绿光芒。他念动古老的咒语，碗中飞出万点光芒，如银河岛卷所有中毒者额上同时飞出光点，汇聚入碗。随即又被他一扬手，哗啦一声泼向天地之间。敬这浩浩苍天，万象幻化之初；敬这神州沃土，众生归寂之末；敬这大千世界，碌碌众生回魂。已停止呼吸的末日根猛然睁眼，剧烈喘息。哥舒翰胸膛起伏，教场上的将士们惊慌大喊：“活了，活过来了！”这逆天手段看得洪俊头皮发麻，永生难忘。救回所有人后，刘飞已在榻前讨了一碗酒，缓缓道出了埋藏900年的往事。他生前是汉代将军，追随一名更古老的鬼王，世间第一位战死尸鬼，沉睡在雅丹将军陵中。他们每10年一醒，巡狩塞外，抵御外敌，平日则沉眠于石棺之中。而能让他们安眠不动梦魇的，是莫高窟中的一位神明九色鹿神。可这一次出了变故，有2名访客找到了雅丹将军陵，自称奉妖王之命而来，一位是瘟神，一位名唤玄女。他们想让刘飞与鬼王率领尸鬼军团归顺于天魔麾下。刘飞拒绝了，可就在他按惯例前往莫高窟朝觐九色鹿的路上，他陷入了一场长达1年的噩梦。有人利用九色鹿的力量强行操控了他的梦境，将他变成了疯狂的傀儡，而他所做的一切屠戮都是在梦中无意识完成的。这番话让驱魔司众人如遭雷击，妖王没有死，那条黑蛟还在。而更令末日根震撼的是，他苦苦寻找的白鹿，竟就是刘飞口中的九色鹿。原来他要找的神鹿，就在莫高窟中，近在咫尺。李景龙按住末日根的肩膀，让他沉住气。九色鹿不会跑，但妖王显然已经盯上了他，甚至可能已经将其控制。若真如此，战死尸鬼军团变成了妖王的囊中之物，而天魔复生的传说正在一步步逼近现实。